目前缅甸大规模的战场3个，一个是克钦邦，一个是若开邦，一个是克伦邦。这3大战场，敏昂莱被打得落花流水，节节败退。节目一开始说一说缅甸若开邦的战况。目前若开军在若开邦除了10队外，基本已占领了若开邦北部的所有地方，现在正调集重兵进攻南方的洞哥和丹队。从整个局势来看，缅军在若开邦基本上是大势已去，整个邦沦陷是迟早的事。但是敏昂莱也不甘心就这样拱手让出，这几天就在进行积极的反攻。就在3月19日，缅军西部军区司令部司令辛拉乌将军和10队地区司令部司令妙敏拉准将，这2位头因为若开邦战事的巨大损失，已被敏昂莱撤职。驻守的缅军是毫无还手之力，也没有组织起一次像样的反攻。缅军头们死的死，降的降，这2位在若开邦的最高指挥官肯定是要负责任的。从战争角度来说，敏昂莱撤了他们的职没什么问题，只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罗兴亚人很可能是敏昂莱之前一直没打出来的一张王牌。最近这几天，罗兴亚人在若开邦的街上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而且这几天在街头的人数是一天比一天的多，声势也是一天比一天大。他们高喊着反对若开军的口号，不知未来会演变成什么，但看这苗头有点不妙。这缅甸的罗兴亚人是一个具有复杂历史背景的穆斯林族群，主要居住在缅甸若开邦阿拉干，这是缅甸与孟加拉国的交界地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经济发展也很滞后。据说主要是19世纪英国控制缅甸之后，由移居到缅甸的孟加拉人与当地部分土著融合后形成的混血族。他们使用孟加拉语的一种方言，从体貌特征到文化来看，都与孟加拉人非常的相似。与缅甸占多数的佛教徒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十分紧张。由于种种原因，包括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压力，罗兴亚人成为了缅甸境内的一个受排斥和孤立的群体，包括缅军对他们也是一样，视之为异类，一直不受缅军待见。他们别的能力没有，但破坏和人口增长能力那是超强。这个群体团结起来，破坏力也是很可怕的。缅军如果把他们整合一下，武装起来，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结合若开军之前发的信息，几次都指出缅军和罗兴亚人一起打他们，看来这一轮结仇不小。缅军挑拨离间罗兴亚人和若开军成功了。本频道猜测，等若开军把敏昂莱的缅军打垮以后，这些罗兴亚人就不敢出来叫嚣了，很可能都是些墙头草而已。当初受缅军和民盟迫害，现在竟然当了缅军的小马仔，背后很可能是敏昂莱花钱的结果。然而目前的缅军面对的是缅北3兄弟，缅北3兄弟是指同盟军、德昂军以及若开军3路大军。这3路大军分属不同邦区，都是独立运作的地方军团，虽然各自独立运作，但是他们的关系是联盟的关系，相互帮助，团结一致对抗缅政府军。同盟军全称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MNDA， 由前果敢第1任主席彭家声于1989年创建，曾参加过2009年自卫战、88事件、2015年返乡之战，均以失败告终。目前兵力规模1万左右，总司令员是彭家声之子彭德仁。德昂军全称德昂民族解放军 TLA，
前身为1963年创建，隶属崩龙解放组织，是德昂族创建的第一支拥有自主权的崩龙民族军。2005年，崩龙解放军被缅军解除武力。2009年，崩龙解放组织组建德昂民族解放军，下辖5个旅，共15000人左右，总司令员塔孟觉。若开军 AA 于2009年由通米能创建，目前兵力规模3万人左右，是缅甸若开族民族武装，总司令员通米能。若开军也叫阿拉干军，若开军创建人通米能。缅北三兄弟的总兵力大概在55000人左右，其中以若开军的规模最为庞大，达到了3万人的规模。若开军是3家中最晚创建的地方民族武装组织，但军队规模却是发展最迅速的，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果敢同盟军在果敢控制区内人口总数只有25万左右，规模非常小，兵源非常有限，而德昂军跟同盟军差不多，若开军则不同，他们的目标是光复若开邦地区。若开邦地区人口规模达330万人左右，若开族在缅甸占比 5%， 是缅甸第4大民族，兵源是同盟军和德昂军无法相比的。在这3支武装组织当中，同盟军作为战争的组织策划者，率先对缅军发起了进攻，然后就是德昂军与若开军一起跟进，大家互相合作，共同抗击缅军。据若开军总司令员通米能在公开场合强调，若开军在缅北部署的兵力达到6000人规模。为什么若开军会参与到缅北战事来？若开军在2014年回到若开邦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之初只有26个人，1支步枪。当时同盟军彭家声就送给了通米能100支枪和2个火箭筒，这对创立之初的若开军来说是巨大的帮助了。若开军是非常感谢当年彭家声的帮助的，这也是此次若开军派兵参与缅北1027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通米能这是在报彭家声当年的支持之恩。除了同盟军的帮助，若开军也受到了克钦军的重要帮助。当年通米能够在克钦邦组建若开军，足以证明克钦军对通米能的信任。此次缅北战事当中，克钦军也是不可小视的角色。缅北停火，若开邦继续战斗，是要拿下若开邦。就在同盟军收复老街不久，2024年1月5日，同盟军正式完全收复老街并签订停火协议。至此，缅北战事告一段落，但是协议区域仅限于缅北地区。因为3兄弟之一的若开军老家是在缅甸西南若开邦，若开军还未达成自身军事目标，所以协议对若开军无效。若开军继续在若开邦打缅军，目标是光复若开邦地区。在若开邦战线上，若开军也是一路长虹，打得缅军数次逃入印梦一侧。若开军的军事实力已今非昔比，快速成长为一支缅甸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多年以来一直在若开邦北部地区活动，多次与缅军交锋都不落下风。尽管如此，若开军在此次行动中不断扩大领土范围，目前已控制若开邦1万平方公里左右，实力得以大大增强。很多人都以为缅军是仅次于越南的第2大陆军，对付各把民地武装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过去的缅甸内部战争中，缅军也确实优势很大。但是从果敢同盟军、德昂军、若开军等3兄弟发动10月27日行动后，缅军在缅甸国内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似乎有兵败如山倒的迹象。
光在果敢老街就有2300多名缅军一次性呈建制投降。缅军怎么了？其实答案很简单，缅军分不出兵力了。缅军一共有37万在编军人，王牌机动师则有10个。然而缅军却十分腐败，吃空额现象很严重，也很常见。去掉那些吃空额的部分后，缅军大约就只有15万人左右的实际兵力了，而且这其中能参加战斗的一线兵员大约只有7万多人。相比而言，缅甸各民地武装虽然单个拉出来都比缅军差了不少，但是由于缅军分布于各条战线对抗不同的民地武装，且交通设施被大量破坏，因此本来规模就不大的缅军只能采取集中防御重点城镇的方式来作战。在实战中，这种战法导致缅军很快会丢失距离城镇较远的乡村地带哨所据点，随后就会被包围在城镇当中。由于缅军后勤保障条件较差，被困的缅军往往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士兵大都没有斗志，巷战并不会特别激烈，缅军往往很快就会投降。这种情况在清水河镇、棒赛镇、滚弄镇、老街县城等城镇的攻防战中十分常见。在克伦尼邦的首府累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缅甸政府军分布在各条战线上，那7万能战兵力完全不够用。过去缅军总是联合一些民地武装，打击其他1、2个民地武装，还是很强的。但是如今，面对民地武装大军的一拥而上，缅军也抵挡不住。在果敢同盟军发动10月27日行动中，与同盟军联合的若开军，目前似乎并没有同缅军停火，双方依然在若开邦进行武装冲突。若开军还拔除了缅军380机动营位于敏比亚镇的据点，缅军也按照惯例，对丢失后的敏比亚镇实施了空袭。由此可见，果敢同盟军、德昂军、若开军这缅北3兄弟对于战争成果的认可度不同。同盟军和德昂军已经同缅军基本停火，缅军对这2家的空袭也已经告一段落，双方在一线的交战变为对峙。但若开军似乎认为战果还不够大，战火还在蔓延。另外，支持昂山素季的人民保卫军以及克伦民族解放军、青邦联军、克钦独立军等也还在同缅军展开激战，尤其是人民保卫军和克伦民族解放军对缅甸 KK 电诈园区所在的妙瓦底展开进攻。妙瓦底方向的缅军而言，雪上加霜的是，驻扎在妙瓦底的克伦边防军出现了叛变，边防军司令苏奇都率部宣布脱离缅军序列，划清界限，并且收缩兵力转入防御姿态，随时准备抗击人民保卫军、克伦民族解放军、缅甸政府军的进攻。这个克伦边防军可非等闲之辈，他们原本是克伦民主佛教军，受政府军的招安后，才改编为克伦边防军。此次可以脱离缅军序列，很可能是受果敢同盟军等民地武的战果鼓舞，也要割地为王了。缅军随即派出2号人物索文副大将前去谈判，但是谈判没有达成和解，反倒促使苏奇都进一步自立。新晋军阀苏奇都手下的边防军约有6000人，长期控制着妙瓦底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从电诈 KK 园区攫取了大量利益，以至于连缅军给的军饷和支持都不要了，准备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由此可见该区域的收益有多高。
竟然足够苏齐都上校供养一支数千人的个人武装。妙瓦底区域和果敢的一大不同，果敢同盟军在铲除果敢电诈产业过程中，能够得到一些支持。果敢自治区在战争期间也确实出现了停电、通讯中断等支持。同时，果敢同盟军有强烈意愿打回老街，但是妙瓦底方向不同，在这里各方都可以说从电诈中长期获利，敌对只是因为互相争权夺利。未来一段时间，妙瓦底方向的三方大战如何上演，将会是缅甸内战的一场重头戏。目前，佤邦拥有正规军3万人，民兵6万人，将近10万大军，连缅军都要敬畏3分。佤邦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反对缅军，但是也已经按耐不住想要扩大地盘，扩充军力。一旦佤邦加入战局，对于缅军而言将会是灾难性的影响。缅甸的内战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迹象，由于缅军难以取得缅甸各民地武装的认可，引发了各方面的战争，缅军确实难以应对。以缅军目前的表现，恐怕没有哪个民地武装愿意与其倾力配合，大家只会一拥而上争抢缅军控制的地盘。缅甸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混战时代，缅军对民地武装区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将会进一步减弱，缅甸的稳定怕是遥遥无期。你觉得呢？不妨留言是或者不是，或者发表不同意见一起讨论，评论也是对本频道的支持我。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再会。